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才明白肖战转型的方向，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。自从开播开始，收视率就表现非常好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其招商广告据说已经多达了32个，挤都挤不过来，快要比电视剧都长了。这真不愧是顶流肖战。先不说剧集质量如何，就看看这亮眼的数据都把人给震撼住了。那么，这部走上了央视的年代剧，也是肖战第一次尝试的年代剧，是他拿出来诚意满满，想要证明自己演技的转型之作，一定有他的独特之处。果然，审判的前面几集就能够发现肖春生的成长脉络和人设，也就是肖战想要转型达到的目的和方向，即妇女杀手。这里的妇女杀手所指，并不是一直喜欢他的女性粉丝，而是指年龄更高一层次，有着更多生活经历，甚至于说是平时不太于热衷追星的一些妇女。红白玫瑰纠缠拿捏妇女心态。现在剧情中肖春生喜欢的贺红玲等于红玫瑰，将来走在一起的童小梅又是白月光，红白玫瑰对比的戏码，最是妇女们爱看。红白玫瑰这个梗虽然老旧，但是却好用。张爱玲那一句关于红白玫瑰的描写，即便是没有看过张爱玲的书，都能把这句话差不多说出来。无非就是那么个意思，一个男人爱着的是一个女人，结了婚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和红玫瑰结婚，红玫瑰就成了蚊子血，白月光反倒永远在枝头上。反之亦然，结了婚的白月光就不如那红玫瑰了。这对于已婚女性来说，是一个绝对绕不过的话题。你之前爱过谁？我是你的红玫瑰还是白玫瑰？平时总不可能一直揪着自己的丈夫不放，翻过来覆过去问这个问题，那就只能放在电视剧里面了，看看剧中的男演员会如何抉择。他的心里面究竟是什么想法？通过电视剧来寻找自己心中的答案。而且，红白玫瑰还有一个功能，是女性观众可以通过这两类女性角色带入自身的立场进一步分析。总而言之，对于女性观众来说，她们看的不是剧，是自己的人生，自己的反射，眼睛盯着电视剧，脑子里面却不一定想着上面的剧情。举起扛式打架触动妇女回忆。看一下肖春生，戴着一个雷锋帽，骑着28大杠的自行车，混着一帮兄弟，一天到晚没事儿就是去和一帮伙计们在后海上溜冰。遇到事儿的时候能扛事儿，绝不推脱，但又不是莽夫一个，知道分析局势情况，聪明不鲁莽，不是简简单单约上3、5个愣头青就直接冲过去送死，有计谋有头脑，进可攻退可守，也不出风头，也不拖兄弟后腿当孬种。总之，是绝对让女性满意的一类男人。而看看这样一个每天闲着到处乱，在街上晃的街溜子，别以为现在的中老年妇女们见不惯这样的男人，大家可大错特错了。现在的中年妇女可不意味着她们没有过年轻的时候。60年代、70年代出生的女性，童年时期乃至青年时期经历的，都是我国社会发展比较混沌的阶段。学生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干，可不就是打架约架吗？因此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肖春生的存在无疑是唤醒了他们青春最美好的回忆。看着这个男人英姿飒爽的骑着自行车，招呼着一群兄弟们，那正是他们的青春，那正是他们的热血。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故事的发生背景设定在了北京，本来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最向往的首都，他们也看着很多关于首都北京大院的故事长大，这等于是双重叠 buff 的唤醒他们的回忆。创业发家致富，满足妇女幻想。既然是年代剧，那就免不了要描绘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变迁。而一旦涉及到这一段时间的历史，人们就不由得联想到改革开放，那么再次就又不由得涉及到下海创业。那确实是一个美好的年代，足够的大胆和一定的魄力，站对了风口的人们就会乘风起飞。所以说，即便是我们没有看后续的剧情会如何发展，大家也能猜想到，肖春生也会创业成功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另外一种霸道总裁的表达形式。放眼古今中外，霸道总裁总是百试百灵，屡试不爽，哪个女性不会沉浸在这种人设之中呢？肖战想要跳出粉圈，走向更大的市场，成为妇女杀手就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。作为央八黄金档推出的年代大剧，由于顶流肖战的出演，这部剧备受关注。很多人都带着质疑，流量明星演年代剧，行吗？毕竟大家印象中的年代剧都是由老戏骨、熟面孔撑起来的。肖战虽然流量大，粉丝多，主演的作品出现在央视，这可还是头一回。不出所料的是，作为顶级流量，肖战给这部剧带来了超高的关注度和讨论量。不得不说，肖战的商业价值也是真的很顶。这部剧在腾讯视频同步播出，第一天的广告就出现了少见的满广格局。众所周知，演员、明星的商业号召力主要体现在作品开播的第一天。就招商而言，肖战显然扛住了。但是仅仅有关注度、讨论量、广告商加持，还不能认定为是一部好剧。那么几天下来，梦中的那片海到底播得咋样？令人惊喜的是，作为内娱最大的流量，肖战的粉丝并没有仗着人多就占据弹幕或者讨论区，而是把讨论剧、评价演员的权利留给了观众。也正因此，关于这部剧有趣的梗不断涌现，剧粉纷纷表示追剧体验棒极了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